你觉得买房子应该先求有，再求好吗？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新装好的房子能买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跟你讨论另一个问题：买房该先求有，再求好吗？来，我们来看新闻你看。这个也是粉丝拿来问我的，就网友想要买房子啊，然后列了条件以后，发现依自己的预算他只能够买屋龄接近30年的老屋或是坪数超级小的房子。这标题是这样就是竹科女买房预算1800万，开5条件仍然找不到，网民给了一个建议：先求有再求好标题就是这样。好。然后他就觉得自己很穷这样那我们一样先说结论。其实我影片都有讲那我的第一间房子还是5楼的健身公寓这种鸟蛋房子他现在开局居然可以直接选1800万房子，他已经比我厉害很多很多了那我的建议是就先买一间你可以接受的因为现在依照市场的状况，你存款累积的速度很大概率是跑不赢这个房价的涨幅的。那你也不知道你再存10年，房价会跑到哪里去那你现在先买房子之后，至少啦，你现在这个先求有的房子能够跟上大环境的涨幅，然后你在10年内你们努力工作嘛，对吗那存一点钱或是跳槽加薪科技业都这样，都是靠跳槽去加薪的，那就会比较快换到你到时候想要买的房子那其实你要知道，你买不到好房子这件事情是注定的。这个网友本来是可以买到想要的房子的，只是他其实是打算2年前就开始去看房子，结果遇到新冠疫情然后就没去看，2年后才发现自己买不到想要的房子先打个预防针我不是要提倡什么无脑买房，先买再说或是什么早买早享受而是我建议你赶快去早一点看房子看得熟再说。你现在买不起没关系你要开始看了，你才能够知道现在的行情长什么样子。很多人都会在那边讲说这间如果当初我有买的话我现在已经赚300-400万了这间如果我当时23万有买的话现在已经35万了。讲都蛮很会去讲不然就是强者我朋友怎样怎样，反正那个朋友来朋友去到最后都不是他本人就对了那实话就是说真的当初这个房子摆到你面前你都不敢买你都不敢买因为每个人他只能够赚到自己认知范围之内的钱。我也是这样对啊，你现在拿股票的东西来考我也是都不会我只会看房地产的那每个人都是这样只有自己认知范围之内他才会敢下手那你即使是机会摆到你眼前，但是你因为怎样对行情不了解那你就不敢下手。像是你1年前你有买辉达股票的话，就那个 NVIDIA 那个黄仁勋对不对？这个超强显卡现在是 AI 的军火商，现在已经涨3倍。如果你当时敢押房子 all in 贷款下去，你现在是财富自由，你知道吗？1年时间之内。但为什么你没买？为什么你没有财富自由就你没有去研究研究美股，研究 AI 类股那即使你有研究，你有没有那个心脏给它 all in 下去所以我会建议你说，最好的研究就是直接去看房子你也不要说一直看我的影片你就真的去看房子我的建议是不管你是不是今年你就打算要买房子，你都应该要开始去接触市场你才会知道说房子长怎样我喜欢的房子是哪个档次，那个档次大概多少钱那离你理想的房子你现在口袋还差多深那如果你要买房子的话一定要买那我能妥协我不满意能接受的地带大概最远到哪里？我跟你讲，你现在没去看你对你自己的需求你自己都不了解，然后就一个房子端到你面前问你要买不买，你怎么可能敢买所以开始做功课，除了了解市场之外也透过大量的看房子来了解你自己心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像大家都蛮很会讲我要自产的房子房子老破小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吗？你被骗我？好，你去看一间老破小，你再告诉我你到底能不能接受，你的心魔能不能克服因为我带很多朋友去看老破小结果他们无一例外都没办法
所以如果你今天看台中，明天看高雄，其实你很难会累积经验哦。像我啊，就是都看高雄啊哦。那房地产是这样哦，它很行情，它很在地，所以就是在地人说了算。同理哦，那个电视上很多专家一讲，就整个台湾房地产哦，台湾房市，我都觉得这个真的是专家嘛？就是房价这样子涨涨跌，大环境固然是有一个指标可以参考，可是每个县市差那么多呢，哦，每个从化区差那么多呢，甚至从化区里面每一个案子都有差呢，然后他们一开口就整个台湾哦，我自己是不信啊，哦，还是自己去看到了为主，就是像我就是都看高雄市的房地产，你也一样啊，你未来想买哪里，你就是开始放假的时候就陆陆续续就要去看，预售也看，中古也看。你就大概抓这一区大概看个10间20间左右，慢慢看啦，不是叫你一个礼拜全部看完你花1-2年的时间你慢慢看，然后你去观察你当初看过的房子成交的价格，你就去刷那个实价登录跟开价当初的开价到底差多少你要做记录你就开一个那个 Google 文件去做存档就好了那我跟你讲，你看久你就会有心得不然你凭感觉你往往都不准那如果你要保值的话，现阶段就是看电梯3房这个购买的买方是最多人数最多的受众最大的要跌的话它也是最后才跌，会先跌的那种套房物件或那种超高总价物件基本上你只要这样子做有持续去看，那你眼光不要太奇怪眼光不要太差，那掂量你自己的能力那买到一间至少保值的房子是不会有太大问题。你要想你去看然后你自己都看了觉得OK 应该可以买我能接受，那就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市场中超过1万个人他也是都接受的那不用剑走偏锋你就去找那个大众产品就好了你能接受1万个人可以接受，这些人就是未来你在卖房子的时候的潜在买方要训练一个东西叫大众口味就对了。好，那你有了经验以后再慢慢练眼力这种做法是最安全的。你不要一开始就那么艺高人胆大，然后就跟人家拼什么凶宅，跟人家拼什么有的没的，不需要买房子这件事情我会建议的是不赔钱比赚钱还要更加优先不赔钱比赚钱还要更加优先，因为只要你不出局你的房子在市场中它就是能够跟着那个大环境的涨幅一起往上跑。讲完了，好，那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聊了买房该先求有再求好吗？我们也先分享了一个新竹网友的新闻案例，他只是晚2年买房子就发现自己买不到自己理想的房子了。好，原因是你存钱的累积速度很显然就是跟不上房价的涨幅，更何况是竹北开玩笑那如果你先买房子，你就可以让自己的资产价值跟市场是保持同步的增长。再随着你这10年工作升职加薪嘛，你未来自然口袋就变深了你自然就更有机会去换到小换大旧换新，就换到理想的住宅那我给你的建议是，不管你是不是今年要买明年要买，你就没事都去看看房子最好是同一个地区就陆陆续续看个20几间左右，然后都要做记录来比对成交这59以上的开价然后跟后来它实价登录刷出来它大概是怎么样那你比久了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 range 大概在哪里。好，那如果你会怕的话，在这个阶段你真的要买入房地产，不管是自住投资还是自产，那就是电梯3房平车这种产品还是最保险的，因为它的买方最多，就算市场下跌那它也是最慢跌的物件。好，最后我想问你你有遇过让你看了很扼腕的物件吗？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想知道我是怎么看中古屋的，记得订阅加按赞，以后分享更多给你。讲八卦讲八卦，先说结论对，在2024现在这个时刻，现在这个政策环境，你就是需要先求有再求好就是这样。因为现在的房价还在大涨当中，像我最熟悉的高雄市我们有在看价格中古屋都在补涨了呢。那你现在有需要，你现在不上车，你要什么时候上车那种你自己住好几年，然后要换一间更好的房子来住，这种我们统称叫换屋族。然后换屋族换起来是有技巧的呢。换屋族换屋的时间普遍就是小换大旧换新就是便宜房子要换到更贵的房子这样理解就好。这种时机的处理
就不应该是在房价大涨的时候，结果你来做换屋的动作哦。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在房屋大跌的时候，你来做换屋的动作，这个才对嘛。到时候的那个你更贵的房子，它价格往下跌，那你才更有机会嘛。哦，可是啊，现在啊，2024啊，房价大跌，你应该等不太到。比方说哦，我说5年内房价会下跌，这种话我都不敢乱讲哦。但是5年内房价会持续缓涨向上。你看这句话哦，这句话连你自己你都敢说，对不对？所以现在就不是一个换屋的好 timing 哦。那所以你有需求哦，那你是没有房子到想要拥有一些房子，你有需求哦，在大涨初期你就要上车了啊，不然呢？哦，那现在有新青安可以用呢，你新青安符合资格，能用就要赶快用了啦，先上车再说。哦，然后等你住到开始要带家人哦，小换大旧换新的时候，那你就等嘛。哦，等大跌应该也等不到，所以应该我们都是在房价持平的时候，就是不太涨也不太跌的时候，卡住的时候，那时候才去做换屋的动作，你才会有溢价空间呢。房价就在大涨，人家为什么要便宜卖你？哦，所以换屋时机这个是另外的计较啊，就是在下跌或是持平的时候才去做换屋。哦，那在房价上涨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你有没有在台上嘛？你有没有房子嘛？你有没有房子在跟着大环境一起往上爬嘛？哦，那我会希望你有房子哦，你现在就是跟着大环境一起往上涨，这样日后你要小换大旧换新，你才会有门票哦。所以啊，还是回到那个结论哦，现在的房地产，如果自住有需求的话，是不是先求有再求好？我会说是哦，你条件有够，你资格有够，现金有够，你能买，你真的就要赶快去买了。哦，真的是这样，我不骗你。台湾人有多爱买房子，我想不需要我来说明了哦。最后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给你了，因为太多人私讯问了，那干脆拍成影片。先说结论哦，买房置产是为了老了有房也有钱，不是为了短期炒作哦。现在短期炒作赚不到什么钱哦，你不要搞错了。那置产就是来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你就做个好房东，一直出租合法报税哦。我的心得哦，第一个。不要爱上你要用来置产的房子，你是要置产不是要买来当传家宝的吼。只要整洁干净、好出租，整理到出租给人家问心无愧，这样就可以了。重点是好出租哦，不是你喜欢吼。好出租的房子比自己喜欢要重要太多了。第二点，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选你要出租的房子就。你是要出租你不是要自己住所以什么高楼层啊、有景观啊，其实这种条件是很好，但它没办法让你的租金多收1万块、2万块租金租的是行情跟你房子的总价没什么关系那3房平车就是3房平车的租金行情，2房没车位就是2房没车位的租金行情，所以你打定主意你是要自产。那你更好的选择是你看中一个社区，那个社区里面的什么低楼层啊、面中庭啊。这种房子，因为同个社区高楼层同样的房型你跟它租金差不到3000块，可是你买的总价可以便宜个100万以上那投报自然会高人家很多嘛。自产就是选这个才比较合理。等一下，你是不是想要反驳我？好，那你就去挑挑高楼层有景观，那总价比人家买超过贵100万。然后跟低楼层面中庭的包租公收其实差不多的租金都可以你爽就好。第3点，非常具有潜力的房子往往都很反直觉可是那个才是好东西。也就是说，好的自产物件就中古电梯大楼那个室内又脏又乱，漏水壁癌直接起来。其实这种我们最喜欢了，反正总归都是要花钱整理的嘛不如屋主你就不要整理，你就卖我便宜，让我们自己整理就好了。真的我们认为的好东西其实带你去看你都不敢买。我们看到广告里面写什么全新整理，这个就兴趣就少了80%，这个要讲不完啊。总之就是说，自产物件它其实都是反直觉的，它的卖相都不好就是因为它卖相不好，因为它烂，所以它总价才低，它总价低，投报才高那新手很容易不小心去买到那种贵松松的漂亮房子，变成说。它有涨没错啦，可是它涨的空间也不大那老鸟大概都买好地段没整理的烂房子，什么屋龄20几年然后漏水又壁癌就 OK 啊这个没办法训练这是心魔你只能够自己真枪实弹
我去练习几次，你就会懂了，就跟我当初一样哦。那像我们现在看到屋况不够烂，我会觉得很可惜哦。你要自产，你就是要总价低嘛。同一个社区里面总价低的房子往往都是那没整理啊，条件不好啊，什么低楼层、面中庭啊。那自住客门一打开，他乱糟糟的，他就摇摇头不喜欢。可是自产客杀杀价就买下来，再花几十万整理到 IKEA 风该换的都换，都整理到问心无愧，然后长期出租，其实它投报率更好。这个就是我说适合自产的房子它乍看之下它都很反直觉。以上我的赖最常被问就这3点所以就第一个不要爱上你是要用来自产的房子，第二个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房子第三个适合自产的房子它都很反直觉最后我看好高雄啊，你看我影片那么久你也知道高雄超棒，高雄不止台积电，未来的影片我也会陆陆续续介绍各项重大建设。自产高雄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超久了那非常的尽心负责。那他们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我就推荐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 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小老鼠5个 go 请助理立刻丢几个适合自产的房子给你看。记得炒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订阅买房阿元，自产高雄，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